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STM32 的计时器。首先打开 IDE， 新建项目，选择 MCU， 设置项目名称，设置按钮为输入引脚，设置 LED 为输出引脚，设置系统时钟为80，设置计时器，我选择的是 Timer 6。设计计时器，这里涉及到如何计算计时器的周期。打开数据手册 AN4013 第11面，这里已经给出计时器的计算周期的公式。我这里制作了一个 Excel file 供大家使用。假设我们需要的计时器的周期为1毫秒，时钟为80，这里就会计算出 Prescaler 和 Counter Period 这两个数字。这里注意的是，这两个数值分别都是16位或者32位的。如果是16位的话，数值不能超过65535。将这两个数填入刚才的设置当中。使能中断，将各个外设分别存入不同的 .c 和 .hash。设置完成后生成代码。编译代码，好，没有问题。将相应的 .c 和 .h 文件拷贝过来。.c 分别是 retarget.c 和 software timer.c。.h 分别是 command.h 和 software timer.h。command.h 里面存放的是常用的一些头文件。retarget.c 是调试中 printf 所需要的。
函数。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使用 printf， 可以观看上一个视频。好，现在我们打开中断函数。当计时器到达时间周期过后，它会调用这个函数。好，我们找到它的原函数。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好，当 timer update event 到的时候，它会再调用回调这个函数。好，它会回调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它已经说明了，如果你需要回调这个函数的话，你必须在用户自己的文件自己定义。好，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定义这个函数 time.c， 定义这个函数。好，当它进来这边过后，我们再调用一个回调函数，就是我们自己的回调函数了 ，software timer interrupt callback， 定义在 software timer.c 里边。好，现在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toggle 来验证我们的计时器是否为1毫秒。打开 main.c， 使能计时器。使能 software 计时器。加入头文件 software timer.h 和 command.h。好，编译。调试。开启 SWV， 时钟设置为80。将要观测的变量 toggle 填入，开启。好，放大。这里就可以看到 4.256 秒，接下来是 4.257 秒，所以就证明了我们的计时器是每1毫秒进入一次中断函数。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引入的 software timer.c 这个文件。好，一般上我们定义一个硬件计时器的时候，我们只会为它赋予一个功能，但是其实一个硬件计时器可以使用在很多功能上，我们就称作 software timer 软件计时器。往后的讲解我会把软件计时器直接简称为计时器。首先我们打开 software timer.h， 之前我们定义的计时器是 timer 6，所以我们在这边定义成 timer 6。如果你是定义成不同的 timer，
timer 数字的话，在这边更改就行了。然后软件计时器，我把它赋予了8个功能。你这边如果你有更多的功能，就在这边添加，变成10个，或者是你想要的数字都可以。然后计时器分为2种，一种是一次性的，另外一种是周期性的，不断重复。然后每次计时器到达周期的时候，都会调用一个回调函数。这边我们定义一个回调函数的结构。然后计时器为计时器定义一个结构体，可以使能计时器，可以经用计时器、初始化计时器、开始计时器和中断计时器。所以当我们想要用计时器的时候，我们只要调用这个变量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这变量里面有5个函数。我们打开 software timer.c， 好，首先你可以看到这5个函数分别是 software timer enable、software timer disable、initialize、start 和 stop。好，使能就是简单的使能我们的硬件计时器，就是刚才我们放在 main.c 的这边这个 enable。好，再来 disable 就是禁止这个 timer， 结束这个 timer。然后初始化软件计时器需要到的参数有开始的回调函数，一个到达计时器的回调函数，和结束的回调函数，和计时器的类型，刚才说的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周期性的。将传入的参数存入本地的变量 Software Timer Pro。我们看一下这个变量，它里面包括计时器的类型、计时器的周期、一个 countdown， 然后3个回调函数，还有一个我们使用了多少个计时器。刚才我们定义了8个，如果你超过8个的话，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错误。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错误，告诉你必须增加这个宏定义。好，将传入的参数放入本地的变量过后，初始化就成功了。最后调用初始化这个函数过后，它会回传一个 software timer 的 ID， 也就是我们需要保存的一个数值。当我们需要开始这个计时器的时候，我们就要传入这个 ID， 同时告诉函数你需要的周期。如果开始过后，如果你有定义一个开始的回调函数，我们就会调用这个开始的回调函数，然后设置周期和countdown。如果你想在计时器还没有到达中断的时候马上停止的话，你就调用 software timer stop， 它就会马上停止，将周期和 countdown 设置为0，就可以马上停止计时器。然后如果你这个 stop callback 有定义的话，也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关键的中断函数是如何实现将一个硬件计时器用在多个软件计时器上。我们用到的是 for loop 循环8次
当靠到大于0的时候，每1毫秒进入，我们就会减1。当减到0的时候，我们就会调用 Software Timer Callback 告诉用户计时器到达时间。如果是周期性循环的计时器，我们就会将周期这个数值再赋予靠到，然后继续循环这个计时器。